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现在要来聊的是一堂我们认为真的价值连城的课。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懂？不管是国际新闻啊，职场上的竞争，甚至是我们自己做投资决策，常常都觉得资讯爆炸，看不清楚方向。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哈佛跟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最顶尖的战争研究里面提炼出一套非常强大的思维框架，教我们怎么用数据看懂这些复杂的世界冲突。而且你相信我，这套方法论绝对不只是军事迷的专利，它将会彻底改变你看待所有复杂问题的方式。OK， 我们今天的分析会分成这5个部分。首先，我们会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看看为什么一片好心最后常常会办成坏事。接着，我们会深入学习3个核心的分析原则。第一个是如何重新定义数据，从旧资料里挖出新宝藏。第二个是为什么光有数据还不够，你还需要数据加上田野调查。第三，我们要怎么测量那些真正关键的中间指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把层次拉高，从战术层面看到战略层面，来搞清楚真正的决胜点到底在哪里。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第一部分。我们直接来看一个真实世界里真的会让人跌破眼镜的例子。时间我们拉回到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当时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就是 USAID， 在阿富汗推动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计划，叫做地方治理与社区发展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听起来非常崇高，非常合理，对吧？就是希望透过砸大钱，帮当地盖学校、铺路，做各种基础建设，来强化当地社区跟阿富汗中央政府的连结，进而削弱塔利班的影响力，最终带来和平跟稳定。听起来，完全没毛病嘛，对不对？但是结果呢？重点来了，我们直接看数据。这张图表呈现的就是计划实施之后当地暴力事件的变化趋势。左边这个深色的长条代表的是有拿到援助计划的地区，右边浅色的则是没有拿到援助的地区。你看，这真的太扯了！计划开始之后，那些花了5亿美金重点援助的地区，他们人均暴力事件的数量竟然远远高于那些没有拿到钱的地区。这怎么回事？钱花的越多，地方反而越乱，这完全违反我们的直觉跟常识，对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大哉问：为什么一片好意、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换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只看表面了，我们需要一套更深刻、更底层的分析框架。而这套框架就建立在我们接下来要谈的3个核心原则之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则，叫做重新定义数据。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最有价值的洞见，往往都藏在那些当初搜集来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的资料里面。我举个例子，美军在中东反恐的时候，缴获了大量的盖达组织内部文件，什么信件啊、开销报告啊、会议记录啊，一大堆。最初的目的当然很单纯，就是为了抓人，为了反恐。但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把这些文件当成军事情报，而是把它当成一家公司的内部管理文件来分析，你猜会发现什么惊人的秘密呢？这就真的很有趣了。你看这段话这是盖达组织的军事领袖在1999年写给也门一个小队长的信，信的内容竟然是在彪骂对方，说他的差旅费怎么还没照规矩报销，而且还擅自帮训练营的帐篷买了冷气，这笔钱没有经过批准，叫他赶快把钱吐出来还给组织的财务部。你敢相信吗？我们想象中那个运筹帷幄、神秘莫测的恐怖组织头号人物，竟然像一个斤斤计较的会计，在为了一台冷气的钱大动肝火。这真的完完全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所以你看，透过重新定义这些内部文件，我们得到的洞见是什么？就是这些所谓的恐怖组织首脑，在现实世界中，其实更像一群斤斤计较的办公室经理。那这个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会彻底改变你去看待敌人的方式。
当你知道你的敌人其实也跟你我一样会卡在无穷无尽的报账流程、行政官僚里面，你就会明白，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超人。他们的组织一样有内斗，有资源分配不均，有效率低落的问题。这就代表说，除了用飞弹去炸他们之外，你其实还可以有很多更聪明、更细致的策略。比方说，去扰乱他们的供应链，去激化他们内部的矛盾，甚至去瘫痪他们的会计系统。这就是重新定义数据的力量，它让你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进阶到更细腻的组织对抗。OK， 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光有数据其实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数据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被正确的诠释，而正确诠释的关键就来自于我们第二个原则：数据加田野调查。你必须真的走进现场，去理解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怕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让我跟你说一个发生在菲律宾的真实故事。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位父亲在凌晨4点的时候，被他家后面巷子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了。他心里很清楚，那是当地的叛军正在安装土制炸弹，准备要埋伏隔天早上会经过的政府巡逻队。这个时候，他面临一个天人交战的决定。如果他向政府军举报，他很可能会被邻居里面同情叛军的人发现，那他全家大小的生命都会有危险。但如果他选择不举报，隔天炸弹爆炸引发枪战，他的妻子小孩也一样可能会被流弹波及。更复杂的是，他心里其实不怎么喜欢政府军，觉得他们很腐败。但另外一方面，就在前几个礼拜，政府才刚送了一批全新的课桌椅到他女儿的学校，让他女儿终于不用再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上课了。他很感谢这件事，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建设。你看，这个决定有多么困难，多么复杂。这个故事其实就完美的呈现了一场冲突中的赛局理论。你看这张图，就把三方的算计呈现得非常清楚。第一步是平民的两难，举报有风险，不举报也有风险，它被卡在中间。第二步是叛军的算计，他们的目标其实不是要制造最大的恐惧，而是要制造刚刚好的风险，让平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选择沉默，这对他们最有利。那第三步，也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就是提供像课桌椅这种让人民有感的公共服务，来降低平民举报的成本，同时增加他们合作的诱因。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博弈模型，如果没有透过田野调查去深入理解那位父亲的内心挣扎，你光是看冷冰冰的数据是绝对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那这个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回到数据上来做验证。这张图是伊拉克的数据，研究人员就发现，当美军在伊拉克推动像是送课桌椅、修水井这种小规模有感的援助计划时，当地的暴力事件真的就显著的下降了。但反过来，那些盖水坝、建公路的大型援助计划对当地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你看，这就完美的验证了我们从那位菲律宾父亲的故事中得到的洞见。真正能够改变人心向背的，往往不是那些遥远的宏大建设，而是那些能直接改善他们日常生活的微小事物。所以你看，田野调查帮助我们建立理论，再用大数据去验证这个理论，这两者缺一不可。好，第三个原则是我们要学会去测量中间指标。什么是中间指标？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最想达成的那个终极目标，像是赢得战争啦，我实现世界和平啦，都太巨大、太遥远了，很难直接被测量。但是我们可以去测量那些能够一步一步导向终极目标的中间过程或中间成果。我举个例子，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效减少叛军的炸弹攻击？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在伊拉克，研究发现，只要在一个地区盖座新的手机讯号塔，让这个地方首次有手机讯号覆盖，在接下来的150天里面，周边区域的土制炸弹攻击事件就可以大幅减少 50%。 为什么？这又完美的回到了那位菲律宾父亲的故事。你想想看，有了手机讯号之后，他举报的成本跟风险是不是就大大降低了？他不用再冒着被邻居听到的风险跑去跟政府军告密，他只要匿名安全的传一封简讯，就能把情资传出去。所以通讯的改善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中间指标，
它本身不等于战争胜利，但它能够显著地改变平民在这场赛局里面的计算，从而一步步累积成战术上的巨大优势。好，讲到这里，一个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就浮现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透过盖讯号塔、送课桌椅这些方法，在一个一个村庄、一个一个山谷里面不断地取得战术上的成功，那为什么美军最后还是在阿富汗输掉了整场战争？这就代表从一个一个的战术成功到最终的战略胜利，中间还有一个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环节，那到底是什么？为了理解这个决胜点，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对比。一边是在阿富汗的战略失败，另一边是在哥伦比亚，他们成功终结了长达半世纪内战的战略成功。这两者之间到底差了什么？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堂价值1000亿美金的震撼教育。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和平之路，这是一条长达将近20年的漫漫长路。从一开始，政府释出善意，给叛军非军事区进行谈判，结果谈判失败，安全局势恶化。到2005年，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们解散了手段非常残暴的极右翼准军事部队。这个动作大大减少了乡村地区的民怨。接着，他们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靠着一次又一次的战术胜利，把主要的叛军 FARC 逼到偏远的丛林地带，让他们再也无法威胁主要城市。重点来了，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想要把叛军完全消灭，而是在取得军事优势之后，于2012年重新开启和平谈判，又谈了整整4年，才终于在2016年签下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你发现了吗？阿富汗跟哥伦比亚之间那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政治理论。哥伦比亚政府从头到尾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长期政治理论，他们知道军事胜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让叛军愿意走上谈判桌，而且让人民愿意接受和平协议的政治条件。所以他们的每一个战术行动，不管是军事打击，还是解散自己的准军事部队，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反观在阿富汗，美军虽然取得无数次的战术胜利，但他们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将这些零散的胜利转化为阿富汗长治久安的一个清晰的政治理论。那一个好的政治理论在阿富汗可能会长什么样子？举个例子，理论可能不该是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是赋权给在地的部落领袖，让他们建立一个可以有效排挤塔利班的权力平衡。有了这个理论当作北极星，那你盖讯号塔、送课桌椅这些战术才有意义，你才会知道这些资源应该要给哪个部落，要怎么给，才能达到最终的战略目标。不然你就会像在阿富汗一样，赢了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场战争。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学到了用数据来理解复杂世界的3大原则。第一，重新定义数据，要像个侦探一样，从旧的资料里面挖掘出全新的洞见。第二，数据要加上田野调查，你必须去理解数字背后的人性与挣扎。第三，我们要去测量那些能够推动改变的中间指标，一步一步地迈向最终目标。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切的努力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清晰的长期的理论或是战略，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数据就只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这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去深入思考。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你是不是也常常在盲目的收集更多数据，还是说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来指导你如何去解读和使用这些数据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